只要是有人的地方，就会有鄙视链的存在。即便是看起来清净无为的神仙世界，也无法免俗。原来神仙也分3、6、9等，也有等级分明的鄙视链。等级低的没有话语权，只能听从高层神仙的指示，做好工具人的角色。高不成低不就的，瞧不上比他们低的，但必须和上层搞好关系。想要成仙的，还要通过各种渠道发展人脉关系，费尽心思求上位。今天我就和大家聊聊神仙世界中暗藏的鄙视链。修仙的鄙视链，还记得以前看《西游记》时，每次看到大闹天宫这一段时就激动不已。孙悟空对抗10万天兵，大闹凌霄宝殿，这个从一块石头起家的平民英雄，完全就是如今爽文里男主角的标配。逃出八卦炉后，孙悟空也膨胀起来，甚至叫嚣着出皇帝轮流坐，今年到我家，让玉帝退位。平心而论，从修仙的标准来看，孙悟空还远远不够，因为要想在仙界成功上岸，必须立够一定的劫数。比如玉皇大帝经过1450劫，每一劫129900年才能成为天庭之主。即便是普通的小仙，也要历经数百劫才能位列仙班。对于只跟着菩提祖师修行20年的孙悟空来说，他的道行实在是拿不出手。所以在中国神话中，神仙的资历决定了自身将处于鄙视链的哪一端。以《封神演义》中的金陵圣母为例，封神前是通天教主手下道行最高的弟子，已经达到准大罗金仙水平，所以在他死后被封为斗母元君，位居周天烈秀之首。而像申公豹，修行时间只有1000多年，最后只封了个最底层的东海分水将军。还有姜子牙的妻子马氏，即便是有姜子牙老婆这层身份加持，也只能封个被人天天唾骂的扫把星。资历是个坎，无论是人界还是神界，资历和等级都是直接挂钩，谁都逃不脱这个流程。孙悟空和二郎神被老板嫌弃的难兄难弟，天庭讲究论资排辈，即便是实力再强也不例外。像孙悟空，论实力他不比天庭的大部分神仙差，但论资历，他连天庭最末等的神仙都比不了。所以当初玉帝封他做弼马温，对孙悟空来说算是个踏入仙门的机遇。官职虽然芝麻点大，但起码也被纳入了天庭考察的范围内。更何况就像玉皇大帝说的，凡受官职皆由卑而尊，别管本事多大，想成仙必须按照由低到高的次序走。可以看到，任职后的孙悟空办事确实有一套，把御马监治理得井井有条，上千匹天马养得膘肥肉壮。如果就这么努力干下去，正式入编也不是没有可能。但得知到自己的官职是个不入流的之后，孙悟空立马翻脸。在他看来，养马的工作是后生小辈下贱之意才做的，自己这水平这身份怎能受此屈辱？虽然有实力，但不懂得迂回周旋，往往就容易被上层拿捏。比如逃出八卦炉后，孙悟空硬是逼着玉帝退位，才有如来出手秒杀的结果。还有在3打白骨精这件事上，孙悟空明明可以先让唐僧见识到妖精的真面目后再动手，但每次他都是不容分说强行打死，最后落得被赶出取经队伍的下场。和孙悟空同病相怜的还有二郎神，身为玉帝的外甥，拥有与孙悟空不相上下的法力，但却只是在人间的小庙里做个真君，不在天庭任职，连王母的蟠桃会也没有参加，可见二郎神在天庭确实不得宠。在逮住孙悟空后，二郎神到天庭回旨，也没得到多少好处。虽然玉帝之前提到成功后高升重赏，但最后赏赐并不多，高升更是被忘得一干二净。之所以落得这个地步，大概是当年二郎神劈开桃山救母亲这件事与玉帝闹掰，此后只是听调不听宣。再加上二郎神性子高傲，不愿利用自己的身份上位，也让他很难在仙界的鄙视链中更上一层楼。可以看出，孙悟空和二郎神都太要面子，太过自傲，不会哄领导开心。
他们的性格注定无法通过这条路走向鄙视链的顶端。人参果会，在《西游记》大闹五庄观一回中，孙悟空打坏了镇元子的人参果树，最后请来观音救活了果树。之后镇元子将人参果摘了10个下来，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人参果会。很多人对于这个情节有些不解。我们知道人参果是世间难得的稀罕物，1万年才结30个，吃一个就能活4万多岁。如此稀有的珍宝，一下子送出去10个，镇元子这一波岂不是赔大发了？但仔细想想，这场人参果实际上与镇元子的地位以及参会者的身份息息相关。我们先来看看身为地仙之祖的镇元子在仙界是什么级别。在近代的葛洪在《神仙传》一书中，神仙主要分为3类：天仙、地仙、师姐仙。《西游记》中如来又进一步细化，将神仙分为天地人神鬼5个级别。正所谓地仙者，天地之伴，神仙之才。这个级别的神仙虽然不能超脱世间，但已经能够长生不老，拥有神通法力。在地仙之上，便是生活在仙山列岛的神仙。所以这就是为何孙悟空先是到福禄寿等人那里求助，毕竟神仙比地仙高一个级别，或许就有救活果树的方法。处于人仙和神仙之间的地仙，地位不高不低，所以镇元子必须广交朋友，维持在仙界的人脉。对他而言，这场看似赔钱的人参果会是一次很好的投资。这场人参果会上聚集了多位仙界大佬和潜力股，有神仙之祖的福禄寿3星，有佛家的重要代表人物观音菩萨，而唐僧师徒在西天取经的任务完成后，必定得道成佛，也会是镇元子未来的重点结交对象。这份人情送出去，必定会在日后有所回报。更何况镇元子早已是长生不老之身，这些人参果平时也是要作为礼品送出去的。从哪个方面看，这场果会都是稳赚不赔。鬼仙，鄙视链最底端的工具人，在5类神仙中，鬼仙无疑是处在仙界鄙视链的最底端。代表人物土地、山神，常常被其他4类大仙呼来喝去，无论是地位还是实力，都是最容易被拿捏。当初观音前往大唐寻找取经人，来到长安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土地神解决住宿问题。据《西游记》描写，观音这一来，吓得土地心慌，鬼兵胆战，知是菩萨，叩头接入。之后土地把自己的家腾出来给观音，自己则是跑到城隍庙借住。不仅是观音这种级别的，遇到稍微厉害点的，他们就只能服软顺从。唐僧的白马在阴愁涧被小白龙吃掉后，孙悟空唤出当地的土地山神，一上来就要各打5棍当见面礼，吓得2神慌忙叩头，把自己知道的所有消息都吐了出来。就连身为妖怪的红孩也把当地的土地山神压得死死的，搞得这些神仙吃不饱穿不暖，平时还要去红孩家做长工。由此可见，鬼仙地位极其低下，几乎没有什么话语权。不只是鬼仙，像那些散仙，还有那些已入仙门的小仙，更是妥妥的工具人，必要时连命都得豁出去。比如《封神演义》中的十绝阵，每一阵都需要1个人祭天才能破。像是道恒天尊的弟子韩毒龙和薛恶虎，出场只有4次，最后都惨死在十绝阵中。散仙曹宝初登场，用法宝落宝金钱收走赵公明的定海珠，随后跟着燃灯来到西岐。紧接着曹宝就被派去破洪水阵，一入阵就被化为血水。为了大局牺牲自我，是处于鄙视链底端的他们注定的宿命。为孙悟空卖命的独角鬼王为何没能成功上位？除了正儿八经的仙界，作为太乙散仙的孙悟空统领的花果山，也少不了各种成仙上位的小心思。毕竟孙悟空也是修仙之人，又在天庭混了这么久，自然少不了各种妖魔鬼怪前来巴结。比如2个独角鬼王，听说孙悟空受了仙禄，得了仙名，所以慕名而来。俩鬼王一见到孙悟空就倒身下拜，可见在他们心里，这就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神。为了得到孙悟空的认可，
独角鬼王做了2件事，其一就是起了齐天大圣的称呼，自此成了孙悟空最响亮的名号；另一件就是献给孙悟空一件赭黄袍。要知道，赭黄袍在古代可是皇帝独享，献袍之意是将孙悟空奉为天子，享受皇帝的尊荣。这2件事都做到了孙悟空的心坎上，因此把鬼王封为前部总督先锋，成为花果山的一员。但可惜的是，独角鬼王的悉心筹谋随着10万天兵的降临破灭。在10万天兵围攻花果山时，俩鬼王都被捉走，自此下线。再看孙悟空的反应，却是毫不在意，胜负乃兵家之常，我同类未伤一个，何须烦恼？非我同族，其心必异。在孙悟空看来，2个鬼王再殷勤，还是比不得自家人更亲，更值得信任。独角鬼王的算盘没有打准，原以为是攀上仙家可以早日飞升，想不到却成了天庭的奴役。天神高傲，神仙逍遥，地仙钻营，人仙努力，鬼仙卑微。按照等级次序排列组合的鄙视链，背后是神仙界森严的规章制度。所以对那些想要远离俗世，想要修仙的各位，即便是成仙得道，那条被资历、等级和规则环绕的鄙视链依然无法脱离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，喜欢请订阅、点赞、转发，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见。